今天介绍的是1:18声光模轮吊车起重机，真实模拟的机关，让小朋友一起体验当工程车司机。这是起重机的外包装，那它包装是开窗式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遥控器还有起重机的部分。那它这边有提到它是这个合金的这个材质，是指它里面的这个吊钩。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充电电池啊，还有它其他的这些特色功能。那待会后面呢也会做详细的讲解。然后呢，它这边有提到它是适合3岁以上的小朋友。那再来它的背面的地方是这个示意图，然后还有每一个的这个按键啊，还有细节的这个介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讲解。这些是里面的内容物。首先我们看一下起重机的部分。那我们一开始拿出来呢，就是可以看到它这里吊臂是呈现弯折的状态。那这是为了要缩小它的体积，然后装在这个包装盒里面。所以呢，拿出来我们要先把它组装。那组装方式就非常简单，就只要把它前段这样子往后折，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卡榫的地方，只要轻轻的扣住，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吊臂呈现这个一直线的。那如果你要把它拆掉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吊绳呢，不要让它太紧，放长一点。那这样子我们在缩短这个吊臂的时候呢，就不会让这个吊绳就是太紧，然后可能会断掉。那缩短的话，就是这边有一个卡榫，我们就用手把它伸进去，往下压，稍微按一下，这边就可以解开。然后我们的吊臂呢就会变回原本的样子。然后吊绳我们要注意不要让它这样子打结，所以当拿出来的时候它是这个弯折的，就只要轻轻的一扳就可以让它变成是这个直线。那再来呢，它的前面的吊钩的地方它是使用合金的材质，所以是非常的耐刮。然后其他的部位呢都是用安全的塑料，那边缘也有做圆角的设计，所以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安全，也没有任何的毛刺。那另外轮胎是采用这个履带式的设计，是非常的仿真的。这边的座位有做它的细节，里面还有附一个货物，就是可以让你这样子放在挂钩上面来去体验这个吊物品的这个功能。然后里面还有遥控器，以及所附的充电电池跟充电线的部分。那待会后面会讲解这个使用的方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组装它的电池。首先我们先装它的遥控器，遥控器的这个电池位置是放在背面这边，那螺丝要先拆开。遥控器呢需要使用2颗的3号电池，那请记得使用全新的碳芯电池，因为碱性电池呢容易因为电压过高造成玩具损害。装好之后，我们就再把它的盖子盖上去。接着就来讲解它的充电电池。那充电电池呢，就是特别注意的话，要先把它充饱电。充电的时候，就是这2头它有这个衔接的防呆装置，也就是我们可以先看充电电池的这一头，它的左右2侧有这个可以按压的位置。然后我们的 USB 线的这一头，它的上方有一个按压位置，就把它同时按压并且接起来。这样子它就接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再把这一头呢去插上我们家里的这个座充，就可以开始充电。然后这个里面呢，它就会发出红色的这个灯光，要一直充到它的灯光熄灭，那才代表是有完全充饱。那如果在外面的话，就也可以去使用这个行动电源，就可以来去充电。所以在户外使用啊，在户外玩的时候啊，也是非常的方便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充饱之后，就是一样按住，然后拆开，接着组装到我们的吊车上面。那我们吊车这个电池位置位在这个车座的地方，基座这边。那它有2层，就是这边呢，我们要先这样有一个卡榫，先把它这样子转开，转到这样子平的。接着这边还有一个螺丝，我们要先把它转开来。转开之后会看到里面也有一头像刚才那个 USB 线的这个孔，所以一样的方式，我们按住两边以及这一头的上方，把它接在一起。这边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的这个充电电池的这一头按压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就是凸起来的地方，它要朝上。装好之后，我们就是把它放到我们的座舱、电池舱里面，这
像这样，因为它空间所设计的比较小，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照我们影片所介绍的这样子的方式把它塞进去就可以了。放好之后呢，就把这个盖子盖回去。然后因为它有螺丝嘛，就是继续把它锁起来。那假设你不需要螺丝，只要用这个卡榫把它转一下，把它这样子扣住也是可以的。它就是有2层，就是如果可能螺丝不见啊，或者是怕小朋友会吃下去，那你就不要螺丝，就用这个卡榫的方式也可以。那在介绍遥控功能之前呢，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它有一些手动的机关。首先就是这个操作台的部分，它可以旋转640度，像这样，然后可以再转回去。那这可以让小朋友就是在不同角度来去使用我们的这个吊车它的一个功能。那另外还有在这个尾部的地方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呢，它是去操控我们整个吊车的这个手臂它的一个角度，往上或者是往下。那它卷轴呢，就是要先往外拉，可以看到它这边，如果说往外拉的话，它就可以去旋转。但如果你没有先往外拉，它是动不起来的，无法去转动。所以我们要往外拉之后，往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臂它就会跟着往前。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那这是它最低的一个角度。我们在操控的时候就可以去感觉到，就是如果说它没有再继续往下的话，那它就是到了它的这个极限，尽量不要再一直去旋转，因为可能这边会就是线啊会松脱，像这样子，那很有可能就是会让后面这边会打结。那我们已经到最低的这个角度了，如果我们要再把它往后的话，往上升，我们就是一样先拉出来，往我们的这个方向，让它手臂可以被拉回来。往反方向来去旋转的时候，就是一样，它会有到达它的这个最直角的这个极限。那我们就是这边呢，也就不要再继续的去旋转，那可能会让这边线啊可能会断掉。所以我们到达极限之后，如果要再移动，我们就是一样重复这个动作。那这是它的这个手动的机关的部分。接着我们讲解它的这个遥控功能。首先我们要先开启它的电源，这边我们把它转到 on 的位置，它中间这边会发光。然后遥控车，我们的吊车的部分是在尾部，这边也是一样转到 on 的位置。那转动开启之后，它就会启动它的音效。那它后面这边才有它的这个车灯的部分，是行驶的时候它才会亮灯。那我们先随意按这个按键，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操控的时候它才会亮灯。那再来我们讲解这边遥控的功能。首先呢，就是它的音效，音效这边有一个喇叭的按键，就是它现在所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把它关掉，像这样子，就是这个静音的功能。那如果想要把它开启，就是再按一次。那现在我们先把就是声音关掉，然后去介绍其他的功能给大家。那我们这边两边有这个按键呢，是可以去移动。那它的所代表的方式是，左边这边呢是它左边的履带的这个操控，那右边也就是指右边的履带。那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前进后退，我们就要一起的往前，我们的两个履带才会一起前进。那如果说只有一边前进的话，它就会往右的去做一个旋转。那原地旋转的话，就是你需要往这边往前，然后
左边的履带就要往后。那我们实际的示范一次给大家看。我们首先讲解它的前后，往前就一起按，这是前进，然后后退也是同时按这2个按键。那这就是前进跟后退的部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如果只有按其中一边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先把它转正给大家。那现在我们示范只有按左边往前的这个左边的履带，那它就会往右做一个大的旋转。像这样，因为它是只有左边的履带在前进，那后退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反方向。那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按右边的这个按键前后就会有同样的效果。我们这边是操控右边的履带，然后往后。这样的话，都是只有右边的履带在行驶。那假设我们要原地旋转的话，就是要同时的去使用左右两边的履带。那我们可以先右边的履带是往前，刚往前是往这个方向嘛，然后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左边的履带是反方向的操作。像这样，它就会原地的旋转。那同样的方式，我们转另外一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就是右边把它往下、往后，然后左边履带往前，那就是顺时钟旋转。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操控的时候，这种遥控器它没有左右的按键，就是要靠我们左边履带跟右边履带同时的操作，才能够让它可以转向。再来就是它很重要的这个吊挂的功能，那这边就有它的箭头的按键有上下，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吊钩可以上升或者是下降。那我们先把它下降。下降之后就会到这个底部嘛，那我们可以去放那个我们里面所附的这个小物品。那假设说就是在勾这个货物的时候不好勾的话，我们可以让它上升一点。像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可以比较好，让它先这样子悬挂起来。接着我们要把它挂到最上方，就是再按这个箭头上升。那可以看到它就是上升到了最顶部。那其实它还可以再往上，那它的整个的手臂呢就会往后，像这样。那如果听到这样子的咔咔声的话，就不要再继续的去按同样的这个按键。那这有可能，因为这要避免就是会把它的里面的这个零件啊就是损坏，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代表它已经卡到这个最顶部了。那现在我们如果说让它下降一点，然后我们要让它转向放到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先让它旋转，转到这个方向之后，我们再下降。那在下降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手臂，如果你觉得它太后面了，我们可以让它再倾斜一点，就是运用我们刚才讲解的这个手动它的卷轴的这个功能，让它可以去调整这个手臂它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子，我们就成功的用这个遥控器的方式呢，来去操控了我们的这个吊车它的一个功能，那才可以让小朋友实际的去模拟这个吊车它的一个功能特色，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机关的设计。